Hello， 舆情实验室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茜，我是罗云熙。Os dois já interpretaram irmãos anteriormente. Qual a diferença em interpretarem amantes desta vez? 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哈，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哥哥的小妹，然后非常对哥哥温柔体贴的一个小妹，变成了一个在这部戏里边就开始无限开怼的一个。他总说我这部戏开始怼他，他就是在怼我呀，确实是。对啊，你为什么呀？就是觉得小妹长大了吗？小妹长大了，该欺负一下了是吗？啊，对，但其实，倩倩她是一个非常体贴，这是在戏下面哈，也是一个非常体贴、非常，照顾人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演员。我是觉得就是很多小的细节，比如说拍戏之前走戏的时候有很多小的设计啊，我们都会提前沟通，然后他会告诉我这个地方节奏应该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反正因为比较熟悉，所以说拍戏的整个过程就会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算是比较熟悉，所以说有什么不舒服啊，或者是有什么，我们这个设计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吧，然后我们有什么想法，我们俩就会随时去说那样。就是两个人因为是算是第二次合作熟人了嘛，所以说就是有什么话没有觉得说是不好说啊或者怎么样，所以在现场其实我们的气氛还是蛮活跃的。对。默契其实还差一点，上一次我们一起说一句话，然后两个人说了10遍没说成。对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吧，就是大家不会生涩，这样子其实因为熟悉关系不错，所以说就是拍起戏来还是蛮顺利的，可能默契会，但是会越来越好，是吧？会越来越好。对。然后现在就是聊一下你们因为之前拍的时候他是演我哥哥，演我四哥嘛，所以说就是，当时的感觉倒没有，因为我们两个戏倒不是特别多，对，当时就觉得就是不爱说话呀，特别安静。哦，是吗？对，这部戏，然后对，然后这部戏当时我没有发现你，我不知道你是游戏大神哦，然后这部戏我说哇是游戏大神，对，然后这部戏，然后我们两个戏又比较多，然后呢两个人就比较欢乐吧，在现场是对，有说有笑的呀，然后开玩笑啊，觉得开玩笑我就怼他，然后就那种的，所以说他也不生气，因为他性格特别好，他也不生气，所以说我更想怼他，更想逗他了，那现场大家就会很开心。A interação entre os dois personagens acontece na tela ou fora dela? 戏中也有怼的。戏中戏外都怼，就怼更开心。但其实我觉得哈，这种所谓的怼，就是一种，关系比较好的表现。一般其实比较生疏的人，反而就不会怼。拍完戏可能导演一喊咔，各干各的，然后就没事可干了。但其实就是我们一喊咔了之后，可能马上就会一秒破功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开始玩笑来了，或者说我们可能这部戏喊咔了之后，然后还延续着戏里边的内容，然后继续两个人还在发展下去的去演。我们俩还在聊，还在玩，还在说前戏，对，就比较好，这种就是对，就其实对戏是有帮助的啦。对，比较轻松的感觉。戏下的时候还会假装是戏里面的角色来现场玩一玩。戏下我觉得发现他叫我四哥比较多。对，然后现在整个剧都叫我四哥。哦，四哥过来占下位置，我说四哥呢？因为前一部戏他是演我四哥。Já que os dois se conhecem tão bem, não vão ficar caindo na gargalhada durante as cenas em que contracenam? 倩倩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就是演员，对，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对戏的时候会笑，但是只要一开机了之后，然后大家就会融入到剧情当中，就状态马上就能回来。但是一喊咔，可能就1秒破功，对，但是一般不会影响正式的拍摄。但我们这部戏没有很多的那种像偶像剧啊那种感情戏，就是还没拍到吧？可能有，但是还没拍到。有，但是我们这部戏整个的调调就是不是那种偏偶像剧的那种，就两个人谈恋爱都是那种化学的反应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像我们两个对话一些东西啊，都是跟我们的专业会离不开，所以说就是编剧写的一些词其实还蛮有意思的，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专业去说一些话。是很理性的恋爱也是理性。我记得就是我们这部戏开机的第2天吧，然后就拍了一场就蛮有就是情侣之间那种小调调的戏，但是我当初还觉得可能为什么第2天就拍这么亲密的戏，或者是说这么需要关系密切的戏，但我发现其实开机的第2天，我们走在街上，然后我要抢对，就是比较那个的戏，但是我就发现好像虽然我们上一部戏离这部戏已经有快2年了吧，差不多2年时间，但是还是就是一见面，大家就非常熟悉，然后就还是这个情绪就能调动起来。Quem sofreu mais abusos na série?
都很惨。嗯，对于裘佳宁来说，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的。对，对裘佳宁来说，就是我到底遇见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啊？他为什么这样子对我呢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我又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这样对你。我不这样对你的话，可能对你的生命就会带来威胁，对吧？所以裘佳宁就说：“哎呦天哪，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心扉敞开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”但是没办法，我是一个非常女强人，我不管你，你要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这样子。其实就是他是在纠结有些东西，什么样的事情该告诉我，什么事情该去做，他是内心有挣扎，然后我是那种是到底是什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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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那样子的。所以说我们两个其实内心的那种痛苦的那种方面是不太一样的，但都很痛苦。Você prefere uma vida amorosa simples e tranquila ou uma dramática e turbulenta? 平淡中有一点跌宕吧。平淡中有一点点。因为太平也不好，然后太跌宕的话，可能心脏又受不了。现实生活中肯定是受不了剧中的那种，就是那样子。不是，我觉得是那种，我觉得是凡事我觉得都有起有伏嘛，所以说一定有平稳的时期，所以说我觉得，不能选择哪一种，我觉得是，就是肯定是中间的那种，什么样子都有的，因为生活中有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对对对，如果对于我来说的话，我也觉得可能就是说，太平的感情哈，就会略显无聊，所以说一定还是要在长情的过程中有一些激情。对啊。O que acontecerá se Xiao Shan cortar o cabelo com a risca ao meio? 王中王，全能少年，小泉，你好厉害呀、他分争分，你能这么搞这个？王嘛，就是一个中分嘛。我以为是中分，我变成王中王了嘛。Quais são os pontos fracos do tecido e do papel? 剪刀。和水、湿、潮湿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激光花。火烈鸟。什么植物和什么动物像鸡？肯定又是那种字面的那种什么什么纸鸡，什么什么纸布鸡啊，照相机、数码相机。哦，树和马。哎，哇，你好聪明啊！哇塞，不是你的脑回路要清晰一点，就是你不能，他问你什么你就想什么，你要从字面或者谐音。你好清晰哦！啊，我比较清晰。对，人人都会念错。错。错啊！哎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个比较简单啊。这个不需要清晰的脑回路了。一颗心值多少钱？5价，1克。哦，我已经想出来了。1000克。我已经想出来了，又是一个成语。你要想一想刚才那些题，什么数码相机之类的，一星什么？1亿。对啊，值多少钱？1亿。还有那3颗星值多少钱？3星2亿。哎，可以。哎，3颗星2亿。哦，对，打个折。可以打折哎。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比较用1亿块钱买一颗星就够了。Por favor, apresente seu papel e fale sobre seu personagem neste drama. 大家好，我是宋茜，我在《前客》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裘佳宁这个角色。因为我觉得就是能够学得好理科的、搞得好研究的人都比较认真严谨，比较较真儿，然后是非常理性的，所以我认为的裘佳宁就是一个他懂得分得清大爱小爱，然后非常理性，工作以外的事情又是像小白鼠一样，就是不是很懂人情世故。周小山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，所以他就属于是需要不被别人注意到的，所以基本上原计划大楼里边我自己的戏的话，就属于那种台词比较少，就是听见他们在啰嗦，然后在暗地里看着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，收集情报。哎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你们早上采访到其他演员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你很可爱。他们都怼我好吗？就怎么怼好玩就怎么怼，反正就是喜欢就大家打打闹闹的，非常和谐。我以为倩倩是一个就是不会玩游戏的女生，
但结果他告诉我他也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就很吃惊了，真的。你以为我每天只会傻乎乎的乐是吗？对游戏你是完全就是只是玩电脑游戏，就手机游戏这种你都不 care 了。手机游戏的话，确实像倩倩说的，这部戏，比如说一天下来哈，我最高纪录有排过40场戏，就基本上没有空闲，就是一场接一场，一场接一场，然后每一场可能还要换个服装，所以就没有时间玩。没有时间。Nesse jogo, a pessoa não pode falar a palavra eu, senão ela perde. 好，你问吧。性别转换的话会和自己谈恋爱吗？为什么？一切看缘分。你要是变成女生的话，你会喜欢你这样的长相吗？会啊。你会喜欢你这样子的性格吗？就算你会喜欢你的女朋友？你会喜就欢你的女朋友算山哥玩游戏吗不？变成女生，山哥也会喜欢山哥的样子。你会喜欢长这样子的女朋友，然后是个游戏大神吗？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玩游戏帅啊。你会跟他一起玩游戏吗？你掏不出来了。我已经找。Por fim, recomende o drama Broker. 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实验室，然后女科学家的这种故事，也有爱情的部分，然后也有断掉感情，然后为了国家就去奉献的这种挺正能量的一部戏。对，所以说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我和罗云熙也是第2次合作了，对，希望到时候大家看的也开心。前客呢，它是一部就是集颜值、内容以及画面感所有集一体的一部非常好看的剧。然后大家可能不仅仅能在这部剧里边看到非常美丽的画面，同样的话能够看到非常揪心的情节，也能够看到主角们相爱相杀的这种过程。总之呢，这部戏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大家好好期待吧。与真爱都爱，就为你存在，用沉默的表白守护，永远的等待。我的爱会为你而战，请等我回来，别松手，别分开。